款叫玫瑰恋人，是一个超级性感火辣的小美女。首先呢，我们还是把主甲在纸面上先去讲一下一个构图比例啊，还是去画一个长方形，对。画一个长方形，我们彩绘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占了整个甲面，然后头顶的话是留了一点点小空隙出来的，以下的画面全部都是它的一个彩绘部分，那都是彩绘部分。然后呢，我们去将它的一个整个比例分配一下，整个比例分配一下，就是我们上方后缘这个位置啊。后缘这个位置，那这个小空隙留出来，剩下的彩绘的面积，我们去给它做成2份啊，去做成2份，那1:1，然后在1:1这个比例里面，它的比例是如何去分配的啊？然后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下，先去找一下37线的位置，中线找到，然后37线也就是在中线上面。一般的位置，好，中线找到了37线，好，37线也去找到了之后，那这个比例里面是我们的头，那脖子到这里到这里，这里到指尖，好，脖子留一点点，基本上头的话占3份，头占3份，脖子留一点点出来，好，横线。画过去，这个区域里面是它的一个头部的一个轮廓区域啊，头部的轮廓区域。然后这里呢是它脖子的一个区域啊，然后脖子转弯的地方是在这条线，我们去标注一下 A、B、D， 好，是在 D 号线这个线之下啊，之下，然后再去给它转弯，对，再去给它转弯，对。好，胸在这里，手拐子在这里，好，那好，这样子去给它构图一下，然后这样子去看它的脸是不是好像有一点小，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去拉长一点。那你看比例，它的脸的下巴夹在这个 B 号线，刚好超过这个 B 号线的时候，然后这个头部就不会觉得小了吧？好，然后它的头发的话要包住它的脑袋，也就是说它的头发不能够直接从我们定的这个点起，一定要超出 A 号线上方 ，A 号线是它头顶的位置嘛，然后头发的话厚度要超出它头顶的位置的这个厚度，然后过37线啊，过37线靠近边缘，对，靠近边缘，但是呢又不能超出我们的这2条线是侧边线啊，侧边线在哪里？也就是我们的侧底线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的指甲边缘的位置。侧边线，头发不能超出侧边线的位置，但是呢，它要超过37线，37线在这儿。好，竖向37线。OK， 这就是它的一个大概的构图。那现在的话，我们要来讲一下它的面部。好，面部延伸出来，去讲一下它的头找好。首先呢，我们要来找一个圆，定一个4边。好，一个4边均等的4边，把这个4边呢给它连起来，不是这种正方形，而是顺着边缘，对，打一个 C 弧，把线条连起来，好，连成一个圆。首先，我们从一个圆儿开始，这里瘪了，好，画一个圆，然后在这个圆上面，我们可以去描一个长方形，对，好，下方这里超出一点点，上方这里你可以挨拢，好，然后在圆和这个长方形当中去找它的一个面部轮廓。它的面部轮廓的话，首先找到中线的位置，好，这条线中线的位置，那这条线中线的位置，也就是说1:1啊，这样子一个比例。好，找到中线的位置。中线的位置的话，我们去把它的面部稍微给它往上，这个 C 弧往上啊。一个平缓的 C 弧往上，他的脸是有点微微扬起头的，抬着下巴，高傲的那种感觉。这条线的话，轻微的往上去带啊，有点往上凹，不是直线，也不是往下凹的喽。然后侧边的照中线这里啊，中线这里好，然后把虚线画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线条的一个变化，对，它是有点往上凹的。然后这边这条线竖向的这个中线，我们是给它往左侧面。
好，轻轻的凹过来，左侧面45度角脸，同时还有点轻微的抬头往上。好，那看食指这里交汇的地方，是不是有一种视觉效果，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45度角，同时有点抬头的意思。对，好，定完这些线条嘞之后嘞，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五官脸廓的一个位置啊，脸蛋的轮廓。脸蛋的轮廓这一条线是它的额头啊，这里一条线是它的额头。然后我们找到了额头之后，我们把它的眉毛啊、眼睛啊这些线给它画出来。你可以在这条中线我们这里可以去画它的眼睛，它的眉毛的话在眼睛上方，一点点，不要去给它的额头做一个平分，眉毛不能离眼睛太远。你也能看到这个比例，大概标注一下。那你也能看到这个比例，大概的话可能，这边的话是一个1，这边的话就是一个2，啊，也就这边要窄一点，这边呢至少是它的2倍，至少是这边眼睛到眉毛的一个2倍。好，然后再把它的鼻子、嘴巴呀什么的定位出来，但是我们先去把脸型画出来啊。然后额头的弧线下来之后，经过这一条线，我们把它称为这个线1号线、2号线吧，好吧。在经过这条1号线的时候啊，这里是眉毛的这条线，经过这条线的时候，我们先连接起来，然后到了眼睛这边的线条的时候，往内凹，慢慢的凹进去，对，但是你别凹太多，然后再出来又贴着这个圆弧啊，又贴着这个圆弧出来。好，慢慢的打着 C 弧过来，好，然后在距离大概这个中线，看一下这个中线在这里，对不对？好，收下巴尖尖的地方啊，在这条中线啊1/3的位置就可以开始去收下巴了。这个下巴慢慢的一个尖尖的小弧度，好，慢慢的一个尖尖的小弧度 ，OK， 下巴出来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平缓的斜线往上走，跟着这个圆弧啊，跟着这个圆弧。好，平缓的弧线跟着这个圆弧往上走，来，这边就是它的一个脸型。那这里的弧度的话，如果说你觉得稍微有点太出来，眉骨太出来，可以给它收一点进去。脸蛋子你觉得太胖，你也可以给它收一点进去，但是我觉得可以胖一点，因为它是有点抬头的那个意思啊，所以说不要画的，记得下巴不要画的太尖。圆润的一个尖尖，它的耳朵的话，我们画在哪个部分呢？现在去把它的鼻子的地方、鼻子、嘴巴的地方去找出来啊。鼻子、嘴巴的话，眼睛在这个地方，好，眼睛在凹进去的这个地方啊，眼睛在这个地方，好，先定出来。眉毛在这个地方，好，眉毛在这个地方，然后它的鼻子我们要顺着这条线啊，顺着这条线。找到眉头，从眉头这个地方起笔，顺着，你看凹进去的地方要靠着这条线，经过这条线，好，打一个短短的尖尖啊，也就是在我看一下，从这个圆儿，我们还是以这个圆儿为主，然后大概在1半的位置，好，2号线到这个圆的底部这条线，这里1半的位置，1半的位置，好，这里就要开始收鼻子了。它的鼻子是很短的，因为头往上扬嘛。然后在这一条线，这个圆的底部，因为你想到我们这个构图里面是圆儿和长方形结合，长方形的底部这里是下巴尖尖，那圆的底部这里到这条线，好，是它的一个嘴巴的位置。嘴巴的位置有点大，我们先大概的画一下啊。好，嘴巴的位置，好，来看一下那种高傲不可一世的感觉，是不是？脸蛋太胖，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再去给它收一收。对了，然后它整个的一个面部的构图基本上就已经出来了。你现在去看它这个五官的话，觉得有点奇怪，对不对？但是它大概的一个姿态已经有了，反正就是头往上扬，眼睛往下去看，到时候我们就这么去画啊。然后在头部的这个轮廓找完了之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耳朵啊，耳朵是哪个地方？耳朵是这条线2号线到它鼻子这条线啊，这里好收下来，这里是它的耳朵。然后它的脖子呢？脖子的话，我们是从耳后根这里起去画一个长方形吧，
好，再从这条线下来，从耳朵边边这条线下来。然后呢，我们再从面部3/7线，面部的3/7线，面部3/7线在哪个地方？找到中线，中线在这里，对不对？好，这里，好，然后这里，好，找到3/7线的位置，好，拉下来，然后在甲面上这里，脖子在这开始之后，和我们下面这里，你要去做一个等分的话，基本上头的一个比例，再看一下，我们比一下头的一个比例，到身体，好，然后头的一个比例上下来，好，下方就是它身体剩余的部分，然后我们转弯的地方，大概要开始转弯的地方。去平分，好，然后从这个地方拉直线，可以轻轻的往内凹往内凹，拉直线，好，然后这边耳朵下来这条线，轻轻的往内凹，你别做的太过分，这样子这就太过分了，只是一个轻轻的，就是那种微微的往内凹，线条的两头是往外走的，线条内部这里是有点往内凹的那看是这样子的，头部这里接近它颈部这里，你也不用说凹的特别的明显那种，但是你也不能画成直直的这种。然后过了这条线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画它的肩膀它肩膀的话稍微超出它的脸蛋一点点，好，稍微超出它的脸蛋一点点。好，在这个地方，这个角落这里我们去。这个角落这里我们去定一个圆，好，然后从这个圆儿半边起来，连接上这条线，好，这边连接上圆儿这条线 ，OK， 它的这个脖子的轮廓就出来了。如果觉得这里有点太过于凹下去，我们可以把它的斜方肌弄出来一点点，斜方肌弄出来一点点，也就是不要太过于凹下去。好，手部的话，胸部的话是在这个地方，一个 C 弧括号画出来，肩膀顺着这个圆儿的弧线下来扣进去，手是往后摆的，然后胳肢窝这边的胳肢窝在这条线开始一个轻微的往内收过去它这里胳肢窝的线条是有点弯弯的微微的弯弯的这个倾向，顺着这边去的。好，然后后方如果说要画出来的话，它的后方，因为身体是侧着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胸有点下垂了，扬起来一点，扬起来一点，好，然后穿的衣服的话也是很 sexy 的这种。C 弧形，C 弧形，然后带着那种蕾丝边边黑色蕾丝边边小胸这里有个小勾勾小勾勾然后这边的锁骨，锁骨从这个凹进去的地方，斜方肌这里从这个地方斜方肌这里，轻轻的一个 C 弧，好，到中线这里停下来。这边也是凹进去一条线，连接到它的斜方肌尽头。好，这里中间的这个中间这里空闲的地方下方摆一条线，它是有点轻微的这样往下，看这条线轻微的给它连接下来，这里有一个窝窝，然后线条连接上去，就是它的脖子上的那条筋这边。连接上去，这是脖子上的一条筋。它的整个姿态出来之后，你看，把头发再给它加上，头发厚一点，比头顶的位置要稍微厚一点点。好，下来，那大波浪，好，这边下来过耳朵，大波浪。好，然后这边额头、额顶头发梳溜光，但是呢，还是要来一点刘海。好，顺着这边的耳朵还有一截头发，对，那这边的耳朵
耳发这里直接掉一串下来，刚好把这边脖子的轮廓遮住啊，刚好把这边脖子的轮廓挡住了。来看一下，这后面全部都是头发。然后这个美女，你等把所有的辅助线条擦掉之后啊，所有的辅助线条擦掉之后，这个女生她的一个动作轮廓就基本上出来了。现在的话，我们去细化一下她的一个五官啊。现在来讲她的五官，这边呢是讲的她的一个面部以及身体的轮廓啊。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细化五官的部分。五官的部分的话，我们先去看眉毛、眼睛、鼻子、嘴。这里简单讲一下眉毛的一个轮廓吧。好，这里简单讲一下眉毛的一个轮廓，就是眉毛你在画的时候，你先画一条半圆啊，假装是眼睛的部分。然后呢，我们眉头的话稍微超出眼角啊，这里假装是一个眼睛啊，然后这里是眼头，眉毛稍微超出眼头一点点，这里是眉头的位置。然后它眉峰的位置的话是在我们眼珠子啊，眼峰的眼珠子。这里眼珠子后方上去，这里是眉峰，然后眉尾的话也是稍微超出眼角一丢丢。好，然后在这个弧度上面，我们去画一下它的眉毛。眉头的话，必须要比它的眉峰低一点，我们去定个点吧。好，这个点去画眉头，然后眉峰稍微高一点点。好，眉尾稍微低一点点。虽然说一般是眉尾的话是不能够低于它的眉头的，但是这个角度的问题，因为头是往下仰，是往上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眉毛尾巴可能会掉一点点下来。好，在这个地方，然后眉头前面的毛毛，我们是这样子散发性，就比如说你定个点儿，围绕着这个点儿这样子画太阳一样啊，这个眉头的眉毛就是这样。散发性从前面斜上方、上方，然后慢慢的转到后面往后倒，啊，慢慢的往后倒，啊，顺着往后倒，往后倒，往后倒，一直倒过眉峰，啊，一直倒过眉峰。然后剩下的线条的话，这下面这里是有点平的啊，有点齐根的。然后剩下的我们就不是这样给它往后倒，剩下的我们就换一个方向。然后从眉峰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就开始往下，好，往下勾尾巴，勾尾巴，好，中间眉峰这里加密一点，好，这里把直线一个 C 弧直线连接起来，眉峰这里上去一点点，来看一下。眉峰这里加深，眉中加深，眉尾可以有比眉头深，眉头是最浅的。那这就是眉毛的一个画法。简易的一个画法的话，我们就是直接就去画一条微坡，好下来，然后这里连接上一个平缓的 C 弧，平缓的 C 弧，好，这个眉毛的形态就出来了。如果说用线条的画法去画的话，就这样子去画。我们再画一个反方向的，好。眉尾眉头前面，先来一串小绒毛，稀疏一点，轻一点。然后呢，毛毛往后倒，毛毛往后倒，往后倒，倒到眉峰的这个位置之后，我们顺着线条，从眉峰这里斜线往下，好，往下，然后我们再把下方这里。这里是不是有点凹进去？这样显得就很挑了。我们把这个挑眉下方这里抹平一点，好，这个眉毛就出来了。再轻轻点一下眉头，放大了去看，这里你相当于画个小太阳，定个点在这儿。好，眉毛就跟着这个小太阳转，往一边倒，往一边倒，好，倒到眉峰这里的时候，线条又是这样斜着往下，好，收拢，拿一个眉尾出来 ，OK。
眉毛画好了之后，当然可能就是我们在甲片上画的时候画不到这么精细，因为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啊。本身呢甲片就很小，然后再看它的脸本来也很小，然后再到它的五官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这个比例，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甲片上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细化，但是呢，我们知道它大概的一个走向是什么样子的。好，眉毛画好之后，我们来画它的眼睛啊，眼睛。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说的平行四边形否？好，平行四边形，来画一个平行四边形。有没有不知道平行四边形的宝子？好，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啊。两条线是平行的，等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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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它们是一种移位错开啊，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移位错开，然后把线的尽头这样给它连接起来，也是两条平行线啊，这两条也是等距啊，平行平行，但是呢是斜倒着的啊，然后在找到这条线之后，我们眼尖的线条是往下的啊，往下。然后慢慢的上去，啊，就是画到一半一个平缓的弧线，然后到尾部的时候啊，慢慢的这样飞扬上去，飞扬上去，那就有点像狐狸眼一样，是不是？然后下方下眼睑线条细一点点，那不要连接，不要从眼尖的这个位置啊，眼头连接上不要，我们要距离眼头有一点点位置，留一点点空位。好，画一个 C 弧啊，连接上去。然后呢，因为他的眼睛是往下看的，当我们把眼珠子给它画出来了之后，眼皮就可以给它定的宽一点，双眼皮就可以给它定的稍微宽一点点。对，甚至我们涂眼影的时候，面积范围都很大。那这样子就会有一种它是在往下斜看，而且一定要把卧蚕眼睛下方这条线画出来，这样子才会有一种眼睛往下看的这种感觉。好，我们再单独画一下。眼头尖尖往下，斜方往上，平缓平缓往下，然后慢慢的往上提，哎，慢慢的往上提个眼线出来。接下来下眼睑一个小小的平缓的 C 弧啊，连接到眼尾去。那眼睛这里线条可以尖一点。好，眼珠子给它画出来。那眼皮宽一点，中间啊，眼皮上方。眼珠子上方画一条线就可以了啊，然后眼影的话涂的时候范围也是很宽的，然后眼睛下方这里画一个卧蚕，啊，画一条线就是那个眼什么那个眼睛的线，反正就画一条线在下面啊。那这就是它的一个眼睛啊，包括这边也是啊，一边长一边短。对，当你把线条练会了，就是眼尾往上，眼头往下，中间是一个这样子啊，有点低高啊，高低，就这样子的线。好，平缓的 C 弧连接起来，哎，收的时候正好就收来超出它的眼尖的这个位置啊，记住，这里要超出眼尖的位置。但是呢，我们在靠近眼尖的时候就停笔了，留开口。好，留开口，不要完全连接到一起。那眼珠子这边就可能是有点往眼尖来，这边眼珠子应该往后再靠一点点，然后往这个方向去看。好，我们在画睫毛的时候，你就注意它后面的睫毛长啊，顺着眼尾的这个弧度啊，后面的睫毛长。好，然后前面的睫毛飘的短一点。中间你可以这样短短的来几根儿啊，但是呢不要太长，眼尾最长。然后到下方下眼睑这里啊，你就在这条线这里轻轻的勾几根儿短一点的，笔尖到时候可能轻轻挨一下就可以了。好，要很短，就是这种大电眼的那种睫毛。好。然后鼻子的话，因为角度的原因是很短的，没有很长的啊。鼻子我们要先确定这边的眉毛，好，这边的眉毛出来之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眉毛，好，顺着这个眉毛的弧度，好，然后山根这里直接就折过来，好，鼻子往下，看一下。
然后这个鼻尖太尖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圆润一点，不要太尖了。好，往下，然后在山根对下来的这个位置不要太凹，山根对下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去画一个小黑点，当做它的鼻孔。那像它鼻翼两侧啊这些地方，我们就自然的忽视掉了啊。这里肯定也有鼻孔的，但是我们直接给它忽视掉，到时候全部就用阴影，对，打阴影来表现即可。就侧面衬托出它的这个鼻子，哎，这边是受光面，这边阴影面，侧面衬托它这个鼻子很挺，然后嘴巴就是在这个位置下方，对，这个位置就是它的一个嘴巴，然后它的嘴巴的话是一种比较厚的嘴唇，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先去画一个，半圆，然后你再把它的宽度给它定了。好，下嘴唇的宽度定了，然后在这条线的中间呢，我们可以直接就，你可以勾完线条啊，你可以勾完线条，当然的，你可以，好，中间勾一条线，好，嘴巴这边超出一点，好，连接下来，前面这里会多出来一丢丢，上嘴唇这里会多出来一丢丢，下嘴唇这里会短一丢丢。啊，反正就是嘴巴很厚实，基本上就看起来是个圆。OK， 接下来我们在夹片上开始操作。我这个是一个红色，有点偏玫红，但是颜色很暗，但又不是特别暗，一个酒红色哈，酒红色打底。我这里是涂刷了2层，第一层照灯，照灯完了之后，我又涂刷了1层。如果上面有什么小毛毛啊、小颗粒啊什么的，一定要给它赶下来。我没有修甲片啊，没有修甲片，后缘的位置，你看，还有指针的位置，就会有很多毛边，就不要去看这些细节了啊。因为这种甲片一定要先打磨一下再去上色的，特别是做穿戴甲的话，我这里的话没有磨，因为只是做演示嘛，说白了就是懒。底色这里照完灯之后，我是用的黑色的晕染液。如果说你们没有晕染液的宝子，可以直接就用黑色的甲油胶啊，后缘给它做一点这种晕染效果，直接点上去就好了。用它的原因嘛，主要就是因为快。好，然后再用稀释液打圈圈，弱化一下边边，它会自己晕开。好。就让它自己晕开就好了，打圈圈，晕一下边边，对，让它自己晕开。好，一共就点了1、2、3、4、5啊，一共就晕了5个地方。水分干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去打个底了。接下来白色彩绘凝胶，白色彩绘凝胶拉线笔去这个白色甲油胶 S08。好，先去定个点，头顶，我看一下，头顶的位置在这儿。好，头身体的位置在这儿，然后头到脖子的位置，肯定是脸要长一点啊，下来一点，3、7线对下来，好，在这儿，好，在这儿。OK，你就在这个位置里面啊，去画它的脸蛋儿。好，这个位置里面去画它的脸蛋儿。哦，这里好像把下巴的位置没留出来，再出来一点。好，那这里连接起来，对，这里连接起来就是它的下巴。好，回到脸上，就是它的下巴的位置。脸上的五官的位置，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在这里。现在不是定线条稿的时候，就是大概找一下轮廓。好，脖子，脖子，再到它的肩膀，好，就到这边的小胸胸，小胸胸可以出来一点。好，那这边肯定是要填满的。
最后头发要超出额顶一点高度。头顶上画一个半圆儿。差不多可以开始。定好它的一个轮廓之后，我们开始去填色、勾线。基础的一个勾线过后，再去填色，主要是方便我们找到位置。方便你们找到位置。如果说你能够掌握的很好的情况下啊，就不用这样子了，就不用像我这样子去先勾线再画轮廓。那可以直接就去填色，画一个色块。边边上头发我都不管它，中间脸部的颜色能够尽量的给它刷均匀，不露底色就可以了啊。好，照灯，照灯时间120秒。照完灯之后，水彩磨砂封层，真假全涂，不包边，刷轻一点，因为下一层有晕染液，如果你刷太重，会有点模糊。看这里就有一点点了。好，照灯，照灯时间的话120秒。照完灯之后，我们调一个它的轮廓色，红色，这边，白色，取出来，黑色，取出来，调一个这样子的灰色。黑色调完了之后，我们再加红色进去。好，笔上面取刚刚调好的颜色，将我们中间这块人物部分分成一个4分半的样子。好，1、2、3、4，好，然后再找出山七线。好，面部的轮廓占上2个点，这是面部的轮廓。然后脖子的地方的话，基本上占这个地方，剩下的就全是身体的一个部分。好，在这个里面，我们把头顶的轮廓先留出来，头顶留个2毫米左右。好，整个脸型的话是这样子一个长方形的脸。在这个面部轮廓当中我们去找到它眼睛会存在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把面部的轮廓画出来。好，C 弧过来了之后，慢慢的往内凹，中间这里就是眼睛的部分。好，然后再跟着边缘 C 弧下来。好，靠近中线还未靠近中线的时候，就要开始画下巴。从这里开始，下巴往上提到边线去。OK， 耳朵这个方向，然后它脖子的位置在下巴下方。脖子的位置画出来，从这边。脸蛋的轮廓定下来了之后，我们去把头发的颜色就用刚刚调的这个颜色，把头发边边全部刷上。
中间的部分把多余的线条擦掉。看一下脸蛋有没有需要修饰一下的。头发的话，我们再加一点这个藤黄，用这个颜色在中间走一些轮廓出来，打 C 弧啊。好，这样压笔打 C 弧。打完 C 弧之后，用白色，好，把笔毛撑开。取色的时候就这样，取色的时候就这样左右摇摆。好，把笔毛撑开，在中间画出头发的轮廓。基本上就是这样打 C 弧，反向 C 弧。颜色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叠上去的啊。颜色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头发这一层完了之后，我们再去浓一点的白色，再去浓一点的白色，这次我们要去勾线条了。对，勾一些线条。这种几根为一簇画 C 弧。OK，可以。接着再去把它的衣服颜色画出来。衣服的话是一个暗红色，正红色取出来，加一点黑色，调成一个暗红色。黑色如果加多了的话，因为黑色遮盖力强嘛，不小心加多了，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红色进去。好，它就是一个姨妈红。用这个颜色来把它的衣服画出来。画出来平一点，然后中间颜色往侧面去推，往上方和左右两方去推。好，中间留一块颜色区域出来，往左和上方去推。那注意看我笔运行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OK，衣服也画出来了，身体轮廓。我们可以先把它的五官给它定一定啊，五官定出来之后，我们再去画身体的颜色。五官的话，先用一个眉毛，先用一个棕色，因为刚刚说过，我们所有面部的一个轮廓全部都是走的这种C 弧，对吧？C 弧，然后它的
眼睛、鼻子、嘴巴全部都是在中线的这边啊，而它的中线的这边就只有一个眼睛，因为是45度角的。好，在这里头骨凸出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勾一根细细的线，表现这是它的眉毛。好，这边的这根要长一点。眉毛表现好了之后，我们可以还是用棕色去表现它的鼻子，顺着眉毛下来，竖着往下啊，竖着往下，好，不要画太尖，懒一点，稍微陡一点往下。好，这是它的鼻子的轮廓，然后嘴巴的轮廓。眼睛也可以用红色先去勾出来。大概的看完它的五官之后，大概的去定一下它的五官。这边的眼睛要小一点。大概定完五官之后，感觉它的脸部边线还可以再调整一下，胖嘟嘟的。别让他的脸蛋儿这么胖，收一点。感觉没刚刚那么胖了哈。好。大概的五官定出来了，我要去画一下它的脖梗处，还是用刚刚头发的那个颜色，就是它的锁骨，哎，好，锁骨勾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从脖子这里将阴影斜着涂满它的左边锁骨处。而这个时候呢，我要慢慢的去将这根边线过渡掉。好，往下拉，慢慢的将颜色又清出来。好，往下拉，往旁边，慢慢的将锁骨的位置清出来。